我说，那就更好了，你可在北海医院中访查一下，哪位识途就请哪位带领吧。于是他天天约了同事或是女看护，陪着我俩逐家去吃。有些馆子开在很古老的陋巷中，路上人烟稀少，但一到了那小吃馆中，却挤满了食客，坐的都是板桌凳，有的座位竟是在水缸上铺了一块原木板，就算是一张桌子了。我记得有一种芝麻烤饼，既香且酥，实在好吃得很。又有一家专卖一种方麸，这是方形像馒头一样的东西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包鲜而浓的汤液，这是令我一生难忘的美食。这样的吃法，不但男女护士们来参加，连几位大夫也跟着一同来吃，大家都吃得很满意。每次结账，每人所费不过20-30枚铜元。就在此机缘中，有一位医生对我说，你要不要参观一次开脑的手术？我说，好极了。于是我看到一位关大夫开脑瘤的手术经过，我穿了浅绿色的护士制服，在旁屏息而观。对他们这种手术，我真是钦佩极了。医院中还附设有产科部门，我也穿着男护士的服装，参观过几次手术，这都是约同吃饭，彼此相熟所得来的机会。那时内兄王明之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，我要求去参观一次。他说，现在已放寒假，学生们都星散了，没有什么可看。我说，清华是中国有名的最高学府，人才辈出，名闻全国，我无论如何要去浏览一次。他说，也好，寒假中我常去值日，本来有汽车接送，不过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一人坐车到学校中等候，你们要自己雇车前来的。这位内兄向来很慈祥而极随便的，但是这几句话就可以表达北平教育界良好的风气，公私分得很清，一些不肯假公济私的。清华大学是在北平的郊外，汽车不容易雇得到，我们就搭了公共汽车，开了极长的一段路，只收铜元4枚。到了清华大学，大门上写着清华园3字，是满人那铜写的。清华园地方广大，从校门到大礼堂要走10多分钟。大礼堂前面有4根石柱，极为雄伟，不过里面的座位只能容纳500-600人，比了此间的大会堂，好像还要小一些呢。每一间课室都有些欧化，科学馆、图书馆欧化气息更浓，体育馆规模相当大，设备都是由美国运来的体育器械，园中水木清华，饶有园林之盛。有一个荷花池，极富有东方景色。走到工字厅，男性就要止步，因为这里面是女生的宿舍。我和太太2人到教务处去访问他大哥，他说，我现在正在阅卷，谈话只限5分钟，原地你再多玩几天，因为北平图书馆要举行一个样子雷工程模型展览会，这是展出故宫建筑的模型，不过完全是用厚纸彩色绘制的，上面还注明尺寸，附有建筑方法，你不可不看。我说好。说毕，我们就告辞，他依然继续办公。有一个学生带领我们参观，殷勤得很，临别时说，招待不周，你们还要到什么地方去？我可以再做向导。我就说，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摇篮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他一些没有难色说，我陪你们搭车去。因而又坐了好久公共汽车才到北大校门。北大的情况又大又旧，比清华大学差得远了。我只在图书馆内外看了好久，
就勉想这个地方出过不少有名人物，所以在阅书处也坐了一会。我又要求那位学生带我看一看北大有名的红楼，这是北大女学生的宿舍，在报纸杂志以及小说书籍屡次提到这座有名的女性学府，当代的金龟国事都在这里产生的。那位学生说，红楼是禁地，男性不能越雷池半步。于是我们只走到红楼前面望一望，一看之下真是大失所望，原来是一排古老旧屋，墙头污糟得很。不过在暮色苍茫中，见到窗格栏杆都是红的，其他一无足数。过了几天，样子雷工程模型展览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开幕了。这座图书馆还是新式钢筋水泥建筑，但是全部是宫殿式，顶上用的是琉璃瓦。样子雷3个字，北方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位姓雷的古法建筑家，完全采用中国的方法造成明代故宫。到了清代，他的后人世袭其职，整个紫禁城宫殿全部是他设计建筑的。从前没有什么建筑图则的，就是由姓雷的画成图样，样子是画在麻制的纸皮上，每一节每一段都注有尺码和材料。最有趣的就是宫殿的地下在泥土中的基础工程的样子，也成为一个重要部门。我在这个展览会中参观了3个钟头，觉得中国人的科学技术真是伟大极了。故宫在清代已有300年，内部虽屡经修葺，但是基础上的建筑一些也没有变动，看来再过几百年依然如此，这可能性是极大的。这一次我旅游北方，见到一般人的生活要比在上海轻松闲散得多，而物价样样都便宜过上海，有时2个人一天的花费还用不了1块钱。我本来对用钱是很省俭的，只是对于买书却不敢厚人，往往1至100斤，全无吝啬。回到上海之后不久，所有买的旧书都陆续寄到，好多有同好的朋友都来参观，认为便宜。有一部书是吕留良及女侠吕四娘的父亲手写的医书，题跋琳琅满目。因为后来吕留良被陷入文字狱，这部书没有人敢出版。徐小普看了，坚决的要我转让给他，说是他有一把吕留良的剑，正可以和这部书配对。他竟然不问我同意与否，就开了500元的装票一纸，把书取去。诸如此类，我让出旧书10部左右，就收回了2000多元。我的太太在瑞福祥买到2件悬壶的皮筒子，每件代价为80元，想个做大衣一件，但是因为配不到好的塔绒皮领，搁置了3年还没有去做。后来炮球场大集成皮货号开幕，他们知道我有2件皮筒子，也来情商要我转让，他们肯出价每件600元，因为那时节上好的悬壶缺货，我也就让给了他们。太太又以120元买了一对翡翠的耳环，当时的代价并不贵，但是隔了20-30年，我们到了香港，这对翡翠耳环已贵了1000倍，所以我们以12000元脱手，但是至今还是懊悔不至，因为现在的市价已涨到5000倍以上，这是万万料不到的。那一次到北平所花的钱，事实上还使我赚到不少钱。因此我又想起丁福宝先生对我说过，以前赚钱要比劳心劳力赚钱容易得多。